勒克莱尔在美国大奖赛赛后说出法拉利的赛车到处都慢，我们已经大幅落后时，这句话仿佛一记重锤，击碎了所有铁佛斯们的期待。在美国大奖赛冲刺赛赛后，勒克莱尔的语气中不再有往日的激情，只剩下无奈的坦诚。要知道，2024年他可是这条赛道上的冠军获得者，如今却只能在冲刺排位赛中勉强挤进前10，如此反差令人唏嘘。而法拉利的 SF25 赛车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。勒克莱尔直言，我对自己的单圈表现并无太多遗憾，意外之意是不在车手的发挥问题，而在那辆无论怎么调教都跟不上对手的赛车。当他被问及是否能在周末剩余时间找到解决方案时，勒克莱尔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如果我们能找到什么方法让我们实现如此大的飞跃，我会非常惊讶。这种罕见的公开悲观情绪揭示了法拉利当前危机的深度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低迷，而是一场系统性失败。从赛季初开始，法拉利就一直在挣扎。勒克莱尔早在10月就已悲观地认为法拉利不太可能在赛季结束前获得一场胜利。如今在4大车队中，唯有法拉利没有分站冠军入账，甚至已被迈凯伦和红牛远远甩在身后。曾经能与迈凯伦一较高下的他们，现在只能为第4、第5名而战。这种跌落神坛的体验令所有关注 F1 的人感到震惊。而核心的问题则是法拉利在研发竞赛中明显落后。当红牛和梅赛德斯不断推出精准有效的升级时，法拉利却还在为解决 SF25 的基本设计缺陷而挣扎。我们在懂车帝上可以看到，美奔车队通过增加前翼表面面积获得更好的空气动力学平衡，红牛则通过将调整钩向内移动2厘米，实现了更大的翼片灵活性和降低阻力。在这里就不得不给车迷朋友们安利一下懂车帝的 F1 板块，这里不仅能查到各种车手的成绩数据，还能看到赛车的升级信息以及车队的策略信息，可以让你时刻掌握 F1 的一手信息，非常方便。而红牛和梅奔的这些精细而高效的升级，恰恰反衬出法拉利技术团队的遗失。汉密尔顿指出，法拉利仍然受到后轴的限制，特别是与其他明显向前迈进并改进了这一部件的竞争对手相比。这一根本性弱点使得车手们在每场比赛中都不得不使出105%的力气，只为了争夺中游位置。在新加坡站，汉密尔顿的刹车问题让他不得不减速冷却。除此之外，法拉利内部管理的混乱同样不容忽视。技术总监卡迪尔承认，车队早在澳大利亚站就发现底盘高度设置错误，但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。这种持续存在的技术失误，让车队看起来像是一只失去了方向感的巨人。如今的法拉利已从2024年的车队总亚军滑落到苦苦争夺第3名的境地。勒克莱尔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5，汉密尔顿更是位列第6。随着2025赛季接近尾声，法拉利面临着严峻的抉择，是继续对 SF25 进行徒劳的修补，还是彻底重新思考2026年的方向。勒克莱尔已经坦言，除非找到让他们实现巨大飞跃的方法，否则难有根本改善。而汉密尔顿更是直言不讳，我们现有的赛车达不到这支车队的水平。对于所有铁佛斯而言，看到这支历史上最成功的 F1 车队沦落至此，无不感到心碎。对于法拉利而言，如果能够正视问题，彻底改革，那么今天的大幅落后，或许只是明天重返荣耀之前必经的黑暗。